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LK99最近啊是没什么大的消息，包括室温超导。在3月4号啊，老金的 APS 发言以及后来这个单元论文发出来之后啊，最近这几天啊没有什么大的消息，但是呢，这个网友啊民间的这个复现一直在进行。我们先看一下另外一个韩国网友啊，他做的一个新的这个实验。他这做的还是一块大块，上次给大家看过他做的那个磁铁标的正反的那个啊，这是他烧的另外一块，应该是这个看起来像铅的颜色。说实话，我觉得他这个铅肯定是过量的。从这个实验看出来呢，对磁铁还是有点反应的，但是我不确定啊，它是抗磁还是顺磁还是怎么样的。但是它做这形状呢，还是让我们比较喜欢的，圆圆的，像个硬币一样，是吧？那么他反复实验发现呢，对磁铁呢还是有一点的这个响应啊，有一定的抗磁，看起来还是它是应该是支在一个这种连杆的这个摄像机啊或者话筒的架子上，看后边那两个白的杆，它吊着一根绳，对吧？这个网友呢，可能一直是还是在坚持复现，一个韩国网友啊，他之前有一个视频，我给大家放过，这是这个韩国网友的做的一个实验。那么另外一个啊，我们讲一下韩国导派论坛上一篇长文，这个这个长文啊，他这个作者叫校长，我猜大概意思是坛主吧，是不是他们论坛坛主叫校长啊？他讲了一个关于这个就是 LK99复现过程中啊应该注意的事项，呃，应该算一个总结性的文章吧。他讨论了主要是安全啊，以及怎么来验证这个超导。当然，对于很多的长期追踪这个话题人来说，这都是基操了，是吧？那当然，很多这个不了解的朋友来说呢，可能还是需要注意这些。它主要包括这些内容。第一个就是增大样品尺寸，哎，你要建议制作呢直径大约2厘米的样品，并尽量使其平整。哎，这个和刚才看得到有点像了，是吧？如果样品太小啊，可能无法准确测量它的电阻，即使样品具有超导性，也可能被误判为失败。使用测量啊，判断超导性是不可靠的，因为磁性啊不能直接反映电阻大小。此外呢，即使样品遭到敲打，似乎也不会影响它的超导性。那这一点他说他不确定。那么通过加工使样品平整后，仍能观察到低电阻。那这句话里边说关于样品大2厘米才能测电阻呢，它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拿这个很大的万用表的表比。实际上，真正的超导研究哪能做这么大样品啊？是吧？我说的不是生产制造啊，是超导研究中很多的都是微米级别的啊。那当然，对于这个业余爱好者来说，也倒是这么回事。你颗粒太小了，你都没法测，对吧？呃，第二个，他提出来要重新加工剩余的碎片。对于小于一定尺寸的这个碎片啊，建议把它重新融化并重新铸造。哎，这个海新民说的有点像是吧？如果不通过测量电阻的方法来验证，仅凭样品啊能否悬浮，比如说利用麦斯纳效应，不能确认它是超导体的啊。即使样品看起来像是超导体，如果电阻不够足够低，还是要判定成失败啊。所以当前情况就是这样。他说呢，好多中国的实验呢，实际上也是这样啊。另外呢，他说呀，配备基本的电阻测量设备，建议配备一些不太昂贵，但是足以进行基本测量的设备。首先要进行初步的检查，如果测的电阻明显不合理，它可以暂时存放样品，或者把它重新融化。如果初步测试显示电流能够通过，那么可以进一步就是说这个复现这样的样品进行验证，由此呢获得这个结果的这个反馈。另外，作者还特别提醒呢，不要过于的这个关注磁性现象来判断超导性，就是第一段里边说的啊，因为许多样品即使表现出一定的这个悬浮现象，也不一定具有超导性，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比如说全悬浮，这种现象呢，可能意味着样品是超导体。但即使这样的话呢，如果不具备零电阻的这个特性，这样的材料目前也没有太多的实用价值。总之，关键样品在于是否具有零电阻，而非它的磁性表现。这是这个韩国导派论坛的一篇这个比较长的这么一个帖子哈。我个人感觉吧，说的呢有些道理，但是呢
对于做专业研究的人来说，好像不是这样，是吧？电阻啊和磁性测量是同等重要的，但是特别是在零电阻不好完全达到的时候，你要确定它里边有没有超导向，你肯定要测磁的一些现象。但是对于民间复现啊，我们普通人来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儿。那你这就是毕居功于一役了，是吧？你做一个2厘米的样品，然后测出零电阻了，那你牛逼，你就成了。现在看起来没这么容易，是吧？包括前2天和其他几个朋友聊天，也是这个业余的啊，大家都是业余的，也是想一步成功的这种例子，挺难啊。你添加什么？就是目前来说呀，全球来说呢，应该有几万人参与到这里边，几万人是不夸张的啊。就长期坚持的做这个相关的这种研究的、测试的、爱好的，我觉得几千人是没问题的。我指几千人是什么呢？起码上买齐相关的材料，有相关的设备啊，无论是民间的这个喷枪还是马伏炉，是吧？这些人啊，把可能想到的各种可能性基本上已经穷举完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呢，那仅仅是我们说复现别人做的，比如说再买来这些基础的材料，用铸毛枪再烧啊，混合各种各样的比例，这个再出成果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啊。这成果是带引号的啊，因为啊，大家可能都已经穷尽了。但是他说的这里边有一点我倒是赞同的，就是如果有一定的这种特性，比如抗磁性，你反复的烧，没准能出点其他的结果，因为说明你当时的那个比例呢，可能是比较有意思的。拿我过去烧的这个例子来说，我也烧过大概10几次啊，因为后来就没拍视频了，拍视频太麻烦啊。这个抗磁性啊还是比较容易烧出来的。就 LK99 原始配方这些东西，你在淘宝上买的这些样品混合到一起，无论是你用单元的水浴法，还有其他方法均匀的混合之后，然后你烧，用铸毛枪啊，用喷枪啊，能烧出这个抗磁性的颗粒来是没问题的。但是再进一步，比如说他说这个测零电阻，那就测不了了，因为颗粒啊太小。第二个呢，一敲就碎了，松散。所以把它做成大块确实是个难题。你要能做出大块还有一定的抗磁性，你成功了一半。如果你能 XRD 是吧，你打一下发现没有碳没有铁，你就应该发论文了。但这里边最重要一点就是钱，就是安全问题。那推特上有个账号啊，是一个印度人头像，在我们这个各个群里边，抖音群里边，应该知乎上都潜伏着。他经常啊发这个徐老师啊，他们微信这个抖音群里边一些信息，包括知乎上信息。我猜这位网友呢，可能是借了一个印度人的头像，应该也是个中国人，有机器翻译的英语。这个，他的消息是比较多的啊，经常在 X 平台上发。他也提到了就是西老师说，单元和牛剑渣来不来就炸炉子就赶紧做血铅的测试，也怕中毒。所以啊，我们这些民间复现的爱好者这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成果呀固然是重大，但是我们个人的安全那更重大，是吧？还是要经常，如果你经常烧，还是要经常做这个血铅的测量，因为这个东西血铅一旦高了之后啊，再往下降，它是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呢，它可能引发别的你身体的问题。这个重金属啊，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啊，这就是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一个韩国网友的这个复现的这个大颗粒的这个视频啊，以及导盘论坛上的这个关于怎么来做实验的一个基础性的一个提示。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早日可导啊，注意安全，拜拜。